我发影片和开直播一段时间了，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观众问我说，我用的那个技术分析网站是什么？我今天就特地做一集来跟各位分享，我唯一使用的技术分析网站就是 TradingView。Hello，各位，这是阿伟的投资日记，我是阿伟。现在拍摄时间是3月30号的晚上9点。我从以前到现在用过了很多的股票分析网站或是软体，在这两支影片当中呢，我应该都有具体讲过。这支是讲台股的，这支是讲美股的，里面有很多内建的技术分析指标或是一些功能，但我觉得那些功能对我而言完全都是不够用的。直到我用到 TradingView，我一用就回不去了。所以我这一集想要跟大家分享为什么 TradingView 它这么厉害，以及为什么一用它就完全没有办法再使用其他的技术分析网站。现在各位看到的就是 TradingView 的首页。那我先跟各位介绍一下，就是 TradingView 为什么它这么厉害。第一个就是这个上面有个搜寻，大家可以先点一下，可以发现这里面基本上涵盖了所有金融或是什么，不管是币圈商品什么之类的，什么投资商品里面它全部包含的，像是有股票、有基金、期货、外汇、加密货币、指数、债券、经济跟期权。这边大家应该不知道，其实我自己入市场的时候，我是从加密货币开始进来的。加密货币因为有各个平台都有加密货币可以交易，所以它这边还可以选什么来源来自哪一个平台，例如要交易什么币种，在各个平台你就可以选择。这下面像是有什么币安什么之类的，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。指数、债券、经济等全部都有。我没有看过一个网站有涵盖这么多的商品。那这个是 TradingView， 它这个商品众多是我非常满意的一个部分，也是我一入 TradingView 就没办法再使用其他技术分析网站的原因。那第二个要跟大家介绍就是这个最厉害的功能，就是它这个产品这边这个超级图表，首页这边也有写启用超级图表。那你点这个超级图表，你就会看到这个图。大家当然不会跟我长一样，大家应该看到是长这样，对。那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TradingView 这个超级图表强在哪里。我先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界面，最左上角这个就是你这个商品的代码。右边这个加号，你可以直接把第二个商品直接叠上去，就可以看这两个商品的走势。这个是超级图表很厉害的一个功能，你可以直接把两个图叠在一起。那再往右边，这里就是交易的周期，有1分、5分、15分、30、1天、1周。那我大部分都是用1天和1周。那这边就是 K 棒的类型，像是有 K 线图，或是你要看这个曲状图，或是什么空心 K 线、成交量 K 线这些。但有一些是要收费的，像这个成交量 K 线就是需要去收费的。在右边这里有技术指标，这个是你设定的模板，还有快讯重播，这我等一下再一一跟各位分享。那左边这里就是你的画图工具区，像线它就已经有好几种了，有什么趋势射线、资讯线、延长线，什么趋势角度，你可以把自己常用的按这个星星，那就会跳常用的工具栏里面。像我自己比较常用到的是水平线或者射线，像你要画趋势线可以用这个射线，那水平射线你就是从这个点往右边延伸的，那你这样可以画趋势线啊，很好用。除了线，还可以看有什么？还有平行通道啊、回归趋势，但很多还有分叉线这些，但很多我有，像西夫分叉线我有研究过，大家可以去玩看里面这个划线的功能。那除了线以外，它还有什么功能？这一区第二个就是斐波那契。如果在做外汇或是做加密货币的朋友，应该就很了解斐波那契的回撤或是斐波那契的时区啊，这个就很多的软体它是没办法去拉这个功能的。还有什么一些下面这个是江恩，这个我比较少用，这个江恩我就没什么用过，大家也可以去研究一下。那如果有在研究波浪理论的人，应该对这个东西也不陌生。这边也可以去画一些形态，像什么 XABCD 三角形态啊。但是我自己之前研究的是艾略特波浪理论，这边你也可以画这个1、2、3、4、5，对吧？你也可以去数浪，圈六里面这些功能全部都是有的。那再往下面这个是预测和测量工具。那这边就是预测，主要第一个看，你可以去这个涨幅测涨幅。那第二个功能比较常用，有打期权的各位应该会设立停损，那你就可以下一个多单。再针对这个多单空单，你再去设你的风险，你的样式是什么，这个功能都是相当的齐全的。做交易的人应该对 TradingView 应该都不陌生，因为这些功能应该都是很多交易员会使用到的。在下面这里还有这个我很常用这个成交量分布，就直接拉一个区域，它就可以告诉你这段期间的密集成交区在哪里。我的直播跟影片应该都有跟各位讲过。那下面这就是测量，就是价格范围、日期过了几根 K 棒，也有价格跟日期这样。
那再往下这边就是笔刷，这个比较常用，是我在直播或是拍影片的时候会用这个笔刷来笔去画什么东西，方便大家看到我目前的指标在哪里。那除此之外，还有荧光笔、什么箭头，甚至什么形状，这些形状我比较常用的就只有这个矩形啊，一些跳空区间我会去抓，所以我用这个矩形去抓，把它设定。右边这个 K 线是向右延伸，拉满，你就可以得到一个这样的柱状，就可以大概去抓一个区间压力跟突破的区间。那再往下，这里还有什么文字，就可以还有表格，还有这个 X 贴文跟想法，这些功能是相当的齐全，很夸张。这我基本上我就没有在用了，我比较会是用文字而已。但文字我好像也大多是拉一个价格在上面去新增文字。这样去新增文字，比较少会直接打一个文字，但这个功能真的相当齐全。那提醒自己，像你假如 on tail 的时候，就在那边画一个爱心，对，画一个生气脸，为什么又做错这样？当然还有这下面这个功能，这个就是一样是测量的，但是它就是一次性的那种测，还有放大、缩小什么一些功能的，大家可以去玩一下。那再往下按磁铁，你就会对到收盘价，就会比较容易对到，就你画线比较被容易吸到开高低收。那这个是画图锁定，还可以什么把那些指标都隐藏，全部删除这些无钱这些功能。左边这个功能区是相当的丰富，就你要画什么东西，基本上在左边找应该都可以找到。刚刚讲上面这个地方，还有这个很厉害的，它有技术指标啊，这技术指标是相当多的，因为它有点像是开源的这个概念，每个人都可以去发布自己的指标，像你看有一些 new update 这些。开发这个指标的人还在持续的更新，这个指标应该是你要找什么，应该都找得到。就一般的技术分析软体里面，它应该全部都有，像是什么 ATR 平均真实负均值应该也有 ，RSI 对，应该这些全部都会有，什么 KD、MACD 这些指标，而且下面还有一些人开源把它指标做变形的，这些他的想法都有写在里面。所以我觉得是相当厉害，但我觉得最主要让我想要用它的功能，其实是它可以开发自己的指标，像阿维的投资计划，阿维观察系统，这个就是我自己写的指标。其实我主要为什么用 TradingView 的原因，写指标就是这个过程其实可以让你更了解你自己的交易方法。这边我的那些在开发的那些程式，写起来也相当简单，有点物件导向的感觉，而且它其实也有提供一些范本，去看别人怎么写。它这个派的编辑器，基本上其实。你用一些 AI 工具，就你叫 ChatGPT 帮你开发，它基本上你把它复制贴上，按执行，基本上你也看到你想要的图。所以写指标我觉得已经相当简单了，大家可以去玩一下。如果大家不懂，我之后也可以拍影片教大家怎么写。那再往右边这里还有快讯，那快讯有两种，一种是价格快讯，一种是指标快讯。那 TradingView 厉害的地方，像价格快讯，你在这个图案右键应该都可以找到在哪个价格设定这个快讯。那它只要价格到这个快讯，它可以从 email 声音。或是什么手机简讯，我记得手机简讯好像也有，可以去及时的通知你，会哔哩哔哩这样直接通知你，我觉得是很棒。但是这其他的软体应该也都会有，但在指标上面建立快讯，这个我觉得大多数的超软体应该就没有了。它可以在我自己写的观察系统哦，这些指标我自己写出来，我自己命名，我知道它什么意思了。例如我可以在我的 EMA3设定交叉或上穿什么。交叉我另一个指标的什么什么，它扩展性是非常高的，所以我觉得快讯功能超级无敌重要。因为你其实有时候你要盯的，在这个图上盯的不一定是单纯某一个价格，反而更多的是，例如它有没有下穿20NA，这个20跟60有没有交叉，你这都是可以用这个快讯去设计出来的。那它有一个功能叫做这个重播，那个重播是什么意思？你可以直接按这个重播后，你可以直接把你现在 K 线截到某一个时间点，在这个时间点后，你可以按什么？按播放，它就一根一根慢慢放，或是你就一根一根这样按慢慢按。它就一根一根跳，你可以写你的指标档去回测，你可以开始做 paper trading， 你可以开始记录什么时候下穿了，你这边就可以记录一下，你可以直接模拟实盘的交易。这 K 线重播，我觉得对新手重新复盘是非常有帮助的工具。但如果你要跳到一些小时去，那个就可能要升级这个方案了。所以这个 K 线重播，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玩一下。对，那它右边价格标其实也是可以设定的。第一个，它可以设定这个币别，但币别通常不会去设定啊。但是它可以设什么？可以设百分比，常规或是这些都可以去设定。对数你通常去拉那个线就可以看得比较准一点，所以通常我都会设定对数来看。那你可以把这个刻度移到左边，或是什么价格标签，这些全部都可以打开或删除。那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功能，就是它这个刻度是可以完全反转的。所以你有时候有些人只会做多头，但他不会做空头；那有些人只会做空头，不会做多头。那你这样翻转 K 线来说，其实你现在知道你往上是做空，你也可以直接这样做的交易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不会做空的人，或是看图形翻转前跟翻转后看不太出来的人，也可以用这个翻转刻度去练习。OK， 那讲到最右边这个部分，这边有4个标签。那第一个就是你的观察列表，这边就是按这个加，你可以去加入你要的商品。
你就可以去实时的观察。你是免费用户，基本上就只能用设定几个商品。那如果你有升级，你的观察列表可以放更多的商品。好，那在下面这个就是快讯，这个快讯刚刚讲可以设定价格或是指标快讯。那如果是免费，你这个设定快讯的量也会有限。待会我再跟大家讲有升级哪一些方案你获得哪一些功能，这个我待会逐一和各位介绍。那再往下这边有物件数和这个数据视窗。那物件数就是你左边开的这些指标，它每个就是一个物件或是你自己写的指标。那数据视窗你每一个指标或是这个商品的一些数据，所以你每个指标你自己写的，你应该就会知道这些目前对应到的价格是哪一些。那再往下这边就是讨论串，有公开跟私密的，你可以和人家在这边贴这个图去讨论这个图形怎么样怎么样。好，那在右上角这里就可以切成2格。如果你是免费用户，基本上只能用1格啦。那你这里能储存你的图，快速搜寻，设定这些商品列表或者这些 logo 什么的。那这个是放大、缩小，这个是快照，你可以直接把这个图下来，或者发布在哪边，可以跟别人讨论。那也可以串经纪商直接交易。那这比较多的经纪商都是加密货币的，股票能串的是比较少。但是大家可以去玩第一个 Paper Trading， 你可以直接在 K 棒上面去下单，那就记录一下你自己的交易战绩是如何，这是可以直接做到的。那还有这个发表，把你的一些看法或什么的写下来，也可以直接发表他们社群。好，那以上就是超级图表的所有的功能。忘了介绍，技术指标除了能制定指标外，也能写进出厂条件，回测 backtesting 策略绩效。那我们再回到首页，带大家看一下它有哪一些功能。它产品其他功能基本上我比较少用的，像是筛选器，它一样可以拿来筛股票，筛股票和筛 ETF 是可以。因为我有 CTR， 所以我就大部分都是用其他工具或是 Coinfin 在筛选，所以这个我就用的比较少。那日历这个我会用，日历的经济，你可以看美国最近的公开的那些数据，基本上我是选这个3颗星最重要的，是看美国的这些数据，你可以看礼拜几会发布哪一些。至于其他的新闻流，我基本上也没有用。你可以看你追踪的那些东西有发哪一些新闻，但是基本上其他的网站基本上都会有了。那投资组合这个我也没有用，但是你也可以上传你的投组，只让它分析你的这些绩效。基本图可以带大家看一下，它这个图形除了刚刚的技术分析之外，也可以做这个3大财务报表，或是跑出来的这些财务数据的基本图。像现在用这个 Apple 跟 Google， 你可以看它的什么折旧，就把这条线画上去，就可以比这2家公司。但这个我也没什么在用。下面这个殖利率曲线、期权跟宏观地图，我就都没有用过了。我主要用的其实最多的还是这个超级图表，因为其他个人工具这边基本上其他网站也都有做，我就用其他网站的。那Trading比较特别的社群，社群你是可以看一下每个人，他是基本上会贴一张图，就他目前画这个技术线型，跟你说他是怎么判断他现在走势的。这个我觉得蛮有用的对一些初学者刚开始对技术分析不了解，可以来这边多看一下，看大家是怎么分析的，这也是他们的观点，我觉得都是还蛮值得去参考。但我目前基本上是没有做这么多深入的技术分析研究，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多的想法都是基本面的，所以这边社群基本上我就没什么在用了。这里大家也会分享一些他们写出来的指标，或者他们用的一些想法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好，那这个主要就是 TradingView 的所有功能。OK， 那跟大家介绍一下 TradingView 有哪一些方案，这些要加价才能买的啦。基本上我觉得，如果你只是单纯只用这个软体来看盘，基本上是可以用免费版的。但是其实我大多数都会建议大家订到 Essential。基本上我觉得 Essential 是这个经济非常实惠的。为什么？第一个，你可以看一下它 Essential 有哪一些功能。第一个，它就是可以在每个页签加2个图表，你可以左边放日线，右边放这个周线。那每个图表可以塞5个指标。如果你没有升级，只能放1个指标。当然，你可以把很多指标写在一起，去绕过5个指标的这个限制。但是我觉得基本上最少都要有2个指标才够。那你升到的 Essential 就可以有5个，不然你只有1个，基本上你只能叠图价量下面你再叫个 NACD 就叫不出来了。所以我觉得基本上都要升这个 Essential， 这5个指标是比较够的。那10K 个历史 K 线，如果你是做日线交易，你要做回撤，我觉得你基本上定这个 Essential， 这个10K 就是1万根 K 棒，那250天算1年，基本上已经涵盖所有的历史区间了。但如果你是做30分更短周期的，可能就要定到这个 Premium， 但是这个短周期的我是不建议大家去做短线的，基本上定这个 Essential 就够了。那还有10个并行图表的连接，这个我是觉得还好。但下面这个比较重要，价格的快讯跟技术的快讯。如果你不是
订阅用户基本上这2个好像都只能设定1个，那1个这个快讯一定是不够的嘛。例如这个技术快讯，我想要设定什么价格下穿20NA，20NA 下穿60NA，或者是跌破200NA，那基本上这个技术快讯就要3个了，对吧？而且一个商品就设3个 ，Essential 我觉得20个基本上可以先满足大多数人的状态。那再往下就是网页版、电脑版和行动版的 AP， 这个基本上是你免费版也会有，但是这些功能就可以扩及到这个行动装置。那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没有广告，你现在在登Trading View就不用再看到广告。那再往下还有成交量分布，它是可以直接跟着 K 棒走的成交量分布了，就你不用每次再自己去拉，还可以制定时间的周期，例如可以设定一根 K 棒是17分钟这样，但是我觉得这也不太需要用到。那你也可以制定这个范围的 K 线。那这个我觉得也用不太到，但是多个观察清单这个就很重要，不然你一般只能设定个大概20个就满了，但你如果有设定，大概可以设定到100多个，基本上是不会满的。K 线重播基本上刚刚我跟大家讲就有了嘛，但是如果在短周期日线交易以内就不能开这个 K 线重播，但如果你有定这个 Essential 就可以了。还有个特别就是可以在这个指标上面再加上指标，虽然用不太到，但是你可以在成交量上面也叠一个20NA 或是什么之类的，所以我觉得这 Essential 是蛮推荐大家去订阅的。基本上我是建议大家1个月订就好，因为没有差特别多钱。之后它可能在什么黑五，或是有时候会有什么快闪的时候便宜再一次去续订一次年的，我觉得这会比较赚，所以我建议大家先订1个月的。那我现在刚好也有这个 Trading View 的推荐方案，如果大家用我的专属连结去注册，你现在订大概$15，那你可以再拿到$15，那$15你可以再用来再订阅这个一次。注意这个要新用户才有这个资格，所以我还是推荐大家用我的推荐码现在订看1个月，来看合不合适。如果不合适呢？2个月用完你就退掉，对不对？你就不要再订了。但如果你觉得功能不够，你可以再往右边看这些功能有没有满足你的需求。好了，那以上就是跟各位分享就是 TradingView 的所有功能，我觉得这是我使用到目前为止最好用的这个技术分析网站。我也推荐大家去订阅到 Essential 1个月订，因为到黑五或是某些时候它会放出那个70% 促销，到那个时候我再建议大家一次去把它升级到年订阅的。我也在这个资讯栏下方去放了我的专属推荐码，用我的推荐码订阅，你要是首次订阅，就你以前订过，可能就没有这个优惠了。你注册首次订阅，你会再拿到$15，那这$15基本上可以再来订阅这个 Essential 一次。好了，那这集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，这是阿伟的投资日记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